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在紫妍和熊战的护送下，萧炎成功抵达丹界的出口。曹颖看到萧炎出现，见他没有什么大碍，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随后对着看过来的萧炎流露出一抹罕见的柔和笑容。萧炎对着曹颖笑了笑后，便开始打量在场的人。他能预料到这一次丹会的争夺将会前所未有的激烈。在场的炼药师们将收集到的药材交给丹塔的长老检查完后，就依次踏入空间裂缝，来到了丹塔为他们准备的炼药广场。萧炎出来后，发现在经过2轮淘汰赛，依旧有上千位炼药师出现在这里。空间大门关闭后，高台上的悬空子让所有的参赛者上场。最后的比试没有规则限制，炼药师们只需要尽自己的全力，将自己最拿手的丹药炼制出来即可。最终的荣耀将会在他们之中诞生。萧炎不紧不慢地挑好了一处靠近边缘的地带，便盘腿而坐。在所有人都准备好后，一道钟声响起。萧炎盘坐在石台上，并未急着动手炼制丹药，而是在脑海中整理思绪。这次丹会，他打算炼制的就是7品顶峰层次的生骨融血丹。若是炼制的顺利的话，说不定还有可能进入8品的层次。萧炎的闭目沉思被曹颖释放的血妖焰火惊动。血妖焰火是由近千头火属性魔兽的血液融合凝聚的火焰之形。见识了曹家的财大气粗，萧炎刚准备收回目光，木谷老人就将自己的海心焰化为一条火蛇，在周身盘旋。海心焰一出现，他周围几位炼药师的火焰就在异火的威胁下砰的一下爆炸了。萧炎瞥了一眼正冷笑的木谷老人，碧绿色的火焰化为一条火龙，远远地对着海心焰咆哮。在琉璃莲心火的咆哮下，海心焰顿时犹如逃命般钻到了木谷老人的掌心中，小搓了一番木谷老人的锐气。萧炎便收回目光，放出万寿鼎。碧绿色的火龙直接钻进药鼎之中。萧炎开始了自己长达5天的提炼之路。这5天的时间已经淘汰了不少垫底的炼药师。萧炎睁开微闭的双眼，药鼎之中有3团药液和粉尘的东西。接下来他需要做的就是将这3样东西融合在一起。炼制这种级别的丹药是一件非常耗精力的事，所以接下来萧炎绝对不能轻易失败。萧炎将精神集中到了极点，灵魂力量充斥在药鼎的每一寸角落。就这样整整过去了将近10天的时间才进入尾声。药鼎中已经有一个拳头大小的丹药雏形，只要萧炎稳定住状态，再有一段时间生骨融血丹就会被炼制出来。此时广场上第一个引出丹雷的7品丹药现世，之后越来越多的雷云凝聚在天空上。不过这几天最高的品级也就是7品中级的丹药，萧炎已经能自动过滤掉响彻天际的雷鸣声，他的所有心神都投注在药鼎中。药鼎中隐隐成型的丹药已经逐渐超越了寻常7品顶峰品质的丹药，萧炎有信心能将生骨融血丹提升到8品丹药的级别。慢慢的，留在石台上继续炼丹的只剩下17人。这17人中，胸口徽章等级最高的是一名8品炼药宗师清华。清华生平的夙愿就是收一种异火。当年他与药老都在古灵冷火诞生的地方待了好几年，只不过最终异火还是被药老得到了。而这次有机会将3000焰炎火收入囊中，即使是厚着脸皮，他也来与小贝争夺一番了。很快，宋清7品顶峰的丹药就引来了目前最狂猛的丹雷。宋清炫耀地看向萧炎，可惜萧炎鸟都不鸟他一眼。就在宋清拼尽全力地应付丹雷时，短短10分钟不到的时间，就有9枚7品高级的丹药同时诞生。广场上的观众都被这罕见的景观勾得热血沸腾。此时丹家的丹臣突然一口鲜血喷吐在药鼎之内，与丹药融合在了一起，一股令人惊骇的能量波动暴涌而出，他的药鼎也瞬间爆裂，一道足有10丈庞大的绿色光柱直射天际。很快，天空中就凝聚了一片将近100米大的青银2色雷云。8品丹药的划分十分严格，丹药的品质越高，引动的丹雷颜色就越多。据说若是能够引发9色丹雷，便说明丹药进入了拥有造化之力的9品级别。丹城不远处的曹颖也在此时站起身，手中结着手印，一股巨大的光柱直冲天际，青银2色中夹杂着一丝极淡的红色丹雷出现。曹颖的丹雷出现没多久后，萧炎也缓缓站起身。高台上的悬空子等人忍不住握紧手掌，看向下方的萧炎。当年药老便是在这里以一种震撼的姿态取得了最为璀璨的荣耀，如今不知他的弟子能否再次沿袭这一脉的荣耀。萧炎袖袍一挥，一道庞大的碧绿火柱冲天而起，
天空中翻滚着青、银、红三色雷云。萧炎的表现出乎了在场所有人的意料，曹颖再次看向他的目光中带着些许异彩，他在萧炎的身上感受到了一丝内心深处的悸动。清华老怪在萧炎之后也站起身，对着萧炎传音：小家伙做得不错，没丢你那混蛋老师的脸。萧炎听他话中的意思，似乎与药老有些关系，不敢怠慢，对着清华老怪拱手行了一礼。清华老怪的丹雷与萧炎的相差不多，也是三色雷云。最后只剩下掩盖住气息的木谷老人。木谷老人站起身，看向玄空子等人，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，他也不再遮掩身份，大笑着说：这一届的丹会冠军非他莫属。木谷老人虽然是魂殿的人，但他也是一名炼药师，拥有参加丹会的所有条件和资格。若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剥夺他的参赛权，不仅魂殿不会善罢甘休，还会有损丹塔的名声。但若是让木谷老人拿了丹会的冠军，丹塔也会颜面大失。玄空子三人心中都十分愤怒，尤其是在木谷老人的丹药引来四色雷云。看到四色雷云，木谷老人狂笑着让玄空子看看，丹会冠军之位定然会落入魂殿之手。广场上的炼药师听到木谷老人是魂殿的人，脸色全都异常难看。暴怒的曹颖眼睛不自觉地看向萧炎，此时的萧炎脸上充斥着一种迟疑之色，似乎在犹豫着什么。曹颖心头一跳，一丝希望毫无缘由地从他内心深处涌现，对着他大喊：萧炎，是男人你就彻底的出手。曹颖的话让无数道目光唰的一下全都看向萧炎。木谷老人闻言讥讽着说：彻底出手，这种时候莫说这小辈，就算是药尘那老混蛋来了，老夫也不会将其放在眼中。话音刚落，木谷老人的心头突然一跳，此时的萧炎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。你还没那资格让老师出手对付你。说完，萧炎猛地向前踏出一步，手掌探入面前的光柱，他决定放手一搏。看到萧炎的举动，木谷老人觉得他完全就是在装腔作势。八品丹药已经拥有了灵性，而越有灵性的品质就会越高。如今萧炎的丹药虽然已经成型，但灵性却并未稳固，还有着提升的空间。而只要灵性提升，丹药的品质也会有最后一次的飞跃。放在其他炼药师身上，这绝对是行不通的。但得到了药老所有传承的萧炎却敢这么做。药老当年有一种他引以为傲的炼丹绝学生灵。萧炎深入光柱内的手掌猛地一握，一个拇指大小的暗红色丹药被他抽了出来。将丹药悬浮在面前后，琉璃莲心火出现在萧炎的手中，而后他手指上的那戒一阵颤抖，古灵冷火陡然出现。突然出现的三种异火在众多惊骇的目光中狠狠地碰撞在一起，一股近乎毁灭般的气息浮现。不等他们扩散，萧炎的灵魂威压就将他们包裹住。在融合完三种异火后，萧炎让这缕褐青色火焰包裹住暗红色的丹药。他的举动引起了全场的骚动，不少人觉得萧炎的丹药要被毁了，而木谷老人的眉心却突然跳了跳，心中感到有些不妙。高台上的玄空子一脸惊愕，他身旁曾经与药老有过一点故事的美妇突然想起药老的生灵之法，这一次或许真的能够逆转局面。暗红丹药在褐青色火焰的包裹下变得凹凸不平，一股股淡淡的灵性雾气尽数抽离。萧炎瞅准这个时机，将2粒运灵粉尘弹入火焰之中。运灵粉尘的加入在这种时候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萧炎的脸色变得极度凝重，灵魂力量毫无保留地涌进火焰之中，以一种极度小心的速度将暴涌的灵气压缩进丹药内。萧炎猛地一咬舌尖，一口血雾洒入火焰之中，伴随着血迹灵龟4个字，铺天盖地的灵雾钻进丹药之中。在丹药表面再度光滑圆润时，天空上的三色雷云犹如受到牵引般再度翻滚了起来。这一幕将整个广场上的人都炸晕了，玄空子等人都十分欣喜，而木谷老人的脸色却瞬间阴沉了下来，他的心头涌上一抹极其浓郁的杀意。萧炎日后必定会是魂殿大敌。不过他对自己的丹药还是比较自信，认为萧炎不一定能超过自己。但很快天空上的5色雷云让他脸色一白，5色雷云一现，这一届丹会的胜局就定了。今日过后，萧炎的名字就会响彻整个中州。5色雷云成型后，萧炎终于松了一口气，
气不过的木谷老人传音让萧炎祈祷以后不要落在他的手中。萧炎偏头看向木谷老人，伸出大拇指对着他，最后轻轻朝下。我早说过，你还没有资格让老师出手。萧炎的手势和话让木谷老人脸色铁青，怒火郁积在胸口，无法喷涌而出，最后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喷出一口鲜血。压抑下心中的怒火后，木谷老人让萧炎不要得意得太早。以萧炎的实力，想要接下五色丹雷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接丹雷也是丹会的一种考验。以萧炎现在的实力，五色丹雷他的确接不下，但他有地妖魁在手，压根不怕五色丹雷。在看到地妖魁可以吸收雷霆之力后，木谷老人心头满是懊悔。当初在丹界，他下手要是再重点，地妖魁绝对会直接报废。可惜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。雷霆狠狠地砸在地妖魁身上，不仅修复了地妖魁在丹界的损伤，还让他的身体表面出现了一点点金色光泽。这在萧炎低声自语这还不够的时候，天空上的五色雷云因为雷霆被地妖魁吸收，变得愤怒了起来。云层翻滚着，将其他几块雷云吸得朝这边汇聚。木谷老人眼中涌上一抹狂喜。玄空子见状，想要出手阻拦，但看到萧炎看向雷云的脸，十分兴奋，就作罢了。雷云凝聚在一起后，尽数劈向下方的地妖魁。萧炎的脸上笑得十分灿烂。在看到地妖魁身体表面的金色光泽越来越多后，他的眼中充满期待。最后经过长达半个多小时的丹雷洗礼，地妖魁通体转化为金色，进化到了最高级的天妖魁。萧炎拍了拍天妖魁的肩膀，这次丹会的收获丰厚的出乎他的意料。丹雷已经散了，高台上的玄空子宣布这一届丹会的最终冠军便是萧炎。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响彻天际。萧炎成为了丹会冠军，日后也将成为丹塔未来巨头候选者之一。玄空子将来自远古的灵魂修炼之法交给萧炎，之后便宣布2日后便是新域开启的日子。到时候丹会前10都有机会进入其中，降服3000焰炎火。玄空子的话让在场的人都十分激动，殊不知这传说中的不死异火究竟会花落谁家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